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相学中，额头对一个人的运势影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额头掌管着一个人的智慧、学识、福寿和事业。根据额头的乡里好坏，也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运势和吉凶。今天大佬就为大家分析一下额头纹相，一起来看看吧。一、额头发财纹。一、额头伏羲纹。所谓的伏羲纹，指的是额头处长有3条呈圆弧状且纹尾向上的纹路，额头为智慧之所在。如果额头长有这种纹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做事很有远见，而且心胸和气度也比较的开阔，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也容易赢得别人的钦佩和尊重，但对任何事都比较操心。一生虽然能够富贵长寿，但也劳心劳力，忙碌不停。二、额头山字纹。所谓的山字纹指的是额头的纹路长得就像汉字里的山字一般，这种额纹非常的少见。不过如果长有这种额纹的话，这种人大多出身富贵，从小家境优越，能够得到来自于家中的帮助，所以做事特别的顺利，容易在年轻时候便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发达比较早，也容易长寿。但是这种人内心较为的孤高，眼光也非常高，早年顺利是因为有人帮衬，晚年时容易陷入到孤独之中。三、额头十字纹。如果额头处长有2条呈十字交叉的纹路的话，这种纹在相学中称为十字纹。长有此纹的人不仅头脑非常聪明，而且灵活多变，处事非常的圆滑，属于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的人类型，而且很有志向，奋斗心特别强，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非常优秀，大多数都能够富贵发达。但是如果印堂处长有十字纹的话就不好了，印堂为命宫，这种人大多一生坎坷不顺。四、额头田字纹。如果额头处长有田字类型的纹路的话，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坚毅，做事坚持，只要认定的事情或者选择的道路，就算再艰难也会咬牙坚持到最后。虽然出身不是非常好，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也因此培养出了自己能够吃苦耐劳的能力和做事踏实肯干的态度。即使从最基层的岗位或工作做起，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也能取得不俗的成就和发展，职位晋升比较快，能够白手起家，特别适合自己创业。五、额头川字纹。一般来说，额头出现川字纹的现象比较少见，而且分为长短2种状况。如果额头常有川字纹且比较长的话，这种人心胸宽广，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气，天生是个做大事的人，而且心底宽厚，懂得照顾人，非常的有责任心，也懂得感恩，能够获得很高的地位和财富收入，并且身体健康，少病少灾，每逢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够逢凶化吉，一生富贵而长寿，能够颐养天年。六、额头偃月纹。额头上有3条纹痕均向上，弯成月牙式的弧形，相学上称之为偃月纹。具有这种纹路的人，为人耿直谦逊，处事稳健，能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这样的人如果从政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高。当然，如果不是从事政府工作，去创业的话，也会发达起来，因为这样的人非常的沉稳，并且有着十分强的忍耐力，他十分的高尚，而且比较乐善好施，因此能得到众人的认可，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富贵之人。七、额头仰月纹。额头仰月纹具有种纹路的人，家境较好，人缘好，本事佳，一生财旺福多，比较顺利。具有这种纹路的人，为人耿直谦逊，处事稳健，能够照顾到他人的感受，因此能得到众人的认可，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富贵之人。八、额头女字纹。女字纹只要主一个人的富贵，要是额头有女字纹者，他们这辈子能够拥有巨额的财富，钱财方面来得十分的顺溜。他们总是可以发现生活中隐藏的商机，从而比别人赚得多和快。九、额头三财纹。额头的3条横纹称作三财纹，最上边为天纹，代表父亲与事业；中间为人纹，代表夫妻与兄弟姐妹；最下边为地纹，代表家庭与积蓄。额头的3财纹清晰，并且长短有度，如果再加上额头平满，这样的人一生事业稳定，兄弟友爱，有贵人相助，夫妻关系融洽，并且颇有积蓄。十、额头天柱纹。额头有天柱纹是属于富贵之纹，天柱纹起于天中部位，贯穿印堂，这类人生性执着，韧性十足，不管男女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上发财致富的道路，财源滚滚。二、额头上有什么纹路破财？一、额头曲折纹。
如果额头是这样形状的纹路的话，这样的人运势大凶，容易发生意外，可能会遭遇水患或者是交通道路之险。额头有着波浪纹的人往往都是那种运气十分不佳的人，这样的人命运是十分曲折的，而且他们是特别的不容易成功，属于那种做很多事情，但是达到他们要求却非常的少。这样的人一直在社会的底层不断的挣扎，特别的辛苦，感觉命运对他们特别的不公平。额头八字纹，额头有八字纹，财运比较薄，如果眼睛大而且明亮，可以抵消一些霉运，通过自身努力和贵人帮助，能够改变运势，晚年福气多。如果有八字纹，而且眼睛过小，财运很薄，多喜欢卷入是非口舌之中，人际关系差，不得人心，运气不好。眉间有竖八字纹，这种纹比较特殊，天生劳碌命，不管是年轻还是老年都比较操劳，身边小人众多，严重的有牢狱之灾，所以这个也会被称为刑狱纹。这种人总是一副心事重重，身体欠安，诸事不顺，性格孤僻，不懂如何与人相处，处事消极，多愁善感，做事不够细腻，大多数职业都是体力活。想要改变，最好是用桃运阁双瑞西财增强财气，改变运势，催旺财运。如果八字纹较长，斩断左边的眉毛，那么一定要注意与亲人和爱人的相处方式，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让感情疏离。如果是斩断右边的眉毛，可能生活上事业上亦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经常动怒。眉间有纯八字纹，眉间八字下部两边分开就是标准的八字纹。如果斜纹斩断左边眉头，那么就克父亲。女人间与丈夫感情不和，如果八字纹斩断右边眉头，那么就克母亲。女人间与丈夫生活不顺心，如果两边眉头同时斩断的话，则克双亲。女人间克丈夫，左边眉头被斜纹斩断，斜纹上部弯曲，则预示此人有牢狱之灾或者命犯孤煞；右边眉头被斜纹斩断，则代表家庭生活有波折，有可能出现破产或者破财的情况。额头悬针纹，如果一个人经常愁眉苦脸，就会相由心生，长出烦恼线来。就是两眉中间靠两边的纹路，久而久之就长出悬针纹来了。就在两眉的正中间这个位置，它就像在眉间竖着的一根针一样，直直的冲破命关。印堂有这种纹路的人，性格大多会比较强势，属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类人，并且在生活中多会劳碌奔波，晚年亦有灾祸，一生操心事不少。在婚姻中，夫妻关系比较坎坷，因此人要多修身养性，学会控制住自己的脾气。额头交叉纹，额头上长有交叉纹的人运气较差，这类人脾气暴躁，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而争执不休，所以很少人愿意与他们为友，人生过得比较失败，诸事不顺，晚年仍旧穷困潦倒。额头王字纹，额头上呈现出王字状的纹路，通常被视为贵相的象征，预示着个体可能享有相对良好的运势。当这种纹路与五官的完美搭配相结合时，往往表现出一种领导风范。这种相貌特征常常使人在社交和事业方面更容易获得成功和认可。然而，如果额头上还存在其他杂纹，纹路交错混乱，这可能预示着运势不佳，这样的人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对于女性而言，拥有这样的纹路可能激发出她们喜欢在众人面前出风头的特质，以应对生活中的不顺。额头交叉纹，头上有交叉纹的个体通常意味着他们的运势相对较差，这类人可能具有较为暴躁的脾气，经常因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导致争执不断。由于这种性格特点，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在生活中他们可能面临诸多困难，事事不顺，最终导致人生的失败。即便到了晚年，他们可能仍然身临穷困潦倒的境地。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事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古语有言，眉为两目之华盖，实为面之威仪，乃日月之英华，主咸鱼辨别。由此可见眉毛在面相中的重要性。面相学家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眉毛的长短、粗细、浓淡，分析出他的性格、运势乃至命运。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眉毛浓的男人和眉毛淡的女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和命运。眉毛浓的男人一般都会比眉毛淡的男人有气概，浓眉毛的男人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比较阳刚的感觉。面相学认为，眉毛是看男人真性情的重要标志。在面相学上，
眉毛浓的男人的面相是如何的呢？一起来看。眉毛浓且长的男人，眉毛长就是长过眼睛之外，眉毛浓长的男人有情有义，加上眉毛的头跟尾巴一致，就表示有始有终。眉毛长代表男人的情感是长久的，假如加上男人的印堂开阔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必定是重情重义之人。古今中外，重情重义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拥有这种眉相，他们重感情，拥有自己喜欢的异性，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将自己的优点展露给对方。眉毛相当长，同时长过外眼角的人有富贵之命。年轻人便长出了一两根白眉毛，这是恶兆，但如果长的眉毛又黑又长，则是好运兆。眉毛的位置较高的话，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宽宏大量。眉毛浓而短的男人，短浓眉指眉毛没有超过眼睛，且眉浓呈三角，具有此眉的人意志刚强且能力很强，这样的人往往不为权势做事情。具有此眉的人呢，很可能会有将才、武职等官运。古时的武将多此眉相。眉毛浓且粗的男人，眉毛粗的人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感情，洋溢着智慧和理性。眉毛粗浓的人恋爱专一，一旦认准了一个人，就会一心一意经营好这段感情。眉毛粗的人还是个多面手，不会盲目跟随潮流，对一些传统文化也抱有兴趣，是一位不流于潮流的有自己风格的人。眉毛粗的人往往比较急躁，脾气不好，但是没有心机，直来直去，对另一半有很强的占有欲，常常吃醋发脾气，所以另一半呢最好忍耐力强，不然难免吵闹。传统医学内经上说，美眉者是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也就是说，眉毛浓密粗长润泽，反映了精血气旺盛，身强力壮，代表着长寿。浓眉有阳的男人，一般来说，眉毛上面的角很清楚，叫阳；眉毛的尾巴没有分散聚在一起，而又很浓，叫做聚，给人感觉很 man， 很有气概，非常有异性缘。女生会对这种男人百依百顺。浓眉有阳的男人会给女性一种安全感。眉毛浓黑的男人表示感情很丰富，精力充沛，阳起来表示志气很高，做事情努力有拼劲儿。有这种眉形的男人会为家打拼创业。眉毛浓而急，拥有浓急眉毛的男人一般情感丰富，为人有激情，本身为人呢就很不错，又十分懂得珍惜身边的人，尤其是爱人，甚至甘愿为人上刀山下火海，是典型的痴情种哦，嫁给他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浓眉大眼的男人，浓眉大眼的男人大多非常讲义气，颇有长辈缘，也招姑娘们疼爱，无论做什么都比眉眼相不好的人要顺利。这种面相的人性格直白，重感情重友谊，是女性们择偶的第一选择。在人际交往中，性格刚强，不能够给人以温和的感受的，往往会遇到一些障碍，这样会影响到你的情缘，乃至与同辈人的关系。眉毛宽浓，耳朵、嘴巴、鼻子、眼睛都比较大的男人，若妻子不是娇娇妻者，可能会处不来。浓眉双眼皮的男人，男人浓眉毛代表个性中有刚强的一面，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往往因为过分的直接而导致你们情缘的破坏。浓眉双眼皮的男人离婚率颇高，他们适合强势的女人、霸气外露的女人、颧骨高耸的女人、尖酸刻薄的女人，否则早婚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浓眉双眼皮高鼻子的男人偏财运非常旺。浓眉单眼皮的男人，单眼皮的男人呢，个性一般都比较懦弱，而眉毛浓是勇敢冲动的表现。如果单眼皮配上浓浓的眉毛，这种懦弱的表现就会被中和。也就是说，浓眉单眼皮的男人个性中规中矩，不会太冲动，也不会太胆小，是个值得深交的人。浓眉的人无论他处于哪种阶层，他都能十分意志活跃。但如果眉形过浓的话，这种人便有狡猾的趋向，往往是自我中心的主义者。眉毛浓是男人的命中劳碌。无论古今，浓眉的人多数要挑起家中的担子，是家中的顶梁柱。眉毛浓、头发也浓的男人敢爱敢恨，是十足的铁血男孩。
说完了眉毛浓的男人，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眉毛淡的女人。不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眉毛淡都不是一种好的标志。那么眉毛淡的女人都有什么特点呢？该如何转运呢？眉毛有生长周期，所以自然脱落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些人天生眉毛黄而稀少，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在传统面相学里，黄眉毛、交加眉、杂乱眉、散菜眉等等，这样的眉毛都是不吉祥的。黄帝内经有云，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也。由此可见，眉毛长粗、浓密、润泽，反映了足太阳经血气旺盛；眉毛稀短、细淡、脱落，则是足太阳经血气不足的象征。眉毛浓密，说明其肾气充沛、身强力壮；而眉毛稀淡恶少，则说明其肾气亏虚、体弱多病。肾气足，则性欲自然就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眉毛淡且比较短的性格，眉毛淡薄的女人性格比较温和，如果再生气的事情也很少有冲动之举。眉毛短的女人一般都是依赖性非常强的，喜欢让男人捧在手心里才有安全感，属于是小鸟依人的类型，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心机型的可爱女生。但是眉毛长的女人就是比较任性有个性的类型，一般是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眉毛稀少的人比较敏感，眉毛稀少的女人做事情都比较敏感，愿意加上自我的因素，总是相信第六感，整天把自己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警惕性非常高，没有太过知心的朋友，性格孤僻。眉毛稀少再加上眼睛无神的女人，情绪变化得非常快，一般男人都适应不了，神经质接近病态的感觉，而且做什么事都坚持不到最后，总是半途而废。眉毛淡黄色的女人冷漠无情，眉毛重的人重情，眉毛淡的人薄情，这是古人几千年的经验之谈。眉毛代表情缘宫，如果眉毛淡的女人在对待感情上不是很热情，那种让你感觉出非常热情的也不是出自真心。在夫妻感情上也是比较冷的类型，和家里人疏远的时间久了也不会有想念的感觉，他们的感情世界是暗淡无光的，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离开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是眉毛重的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这样眉毛的女人在婚姻感情上基本是没有什么好的归宿。眉毛淡的女人如何转运？第一，眉头画眉毛，这样命运会有所改观。第二，身上或者车上长时间佩戴绿色小饰品。第三，在城市的东边或北边工作可转运。第四，多结交朋友，善知识可以帮助转运。第五，家里摆放柱状型物品或者龙形风水物品。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今天的节目，眉毛是一个人脸部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便有以七彩之红来形容眉毛的说法，意为眉毛如彩虹桥一般精致美丽。屈原在《离骚》中曾这样描绘：众女觊觎之蛾眉兮，来体现绝代佳人的风姿绰约。眉毛在体现着形象的同时，也在传达着喜怒哀乐。喜悦时眉开眼笑，悲愤时横眉怒目。恋爱中的男女也可用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古人更是有喜上眉梢这一说法。可以说，若是没有眉毛，人们的情感传递将会大打折扣。眉毛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面容，也体现着一个人的运势。为什么经常说眉开生运？因为眉毛是五官之首，在中国古代易经面相学中被称为保寿宫或兄弟宫。它的作用除了提升气质，让人变美，更是深深影响人的运势和气势。眉毛的颜色、形态、粗细和生长方向，主管着包括健康、寿命、感情、财运、事业、性格在内的命理现象。如果精通面相，便可以从一个人的眉毛中
看出其隐藏的一些秘密和人生轨迹。接下来，大佬给大家列举几种眉毛及相关运势，看看你的眉相如何吧。一、眉毛短而宽。眉形短而宽，眉毛修长，眉身实又短，眉尾下弯。有此眉相者，个性孤僻暴躁，对人较冷淡，难得知心好友，一生运气不佳，早年艰难，妻迟子晚，身边没有贵人相助，日子过得较为清贫。二、秀长的眉毛。眉毛的形状秀气且长，毛多见底，眉中位置则较断密，但易见底。有这种眉毛面相特征的朋友，多重信义，待朋友兄弟极佳。人缘好，一般兄弟多和睦，一生富贵非轻。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比较多，很容易就能够遇到好机会。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此眉形的代表人物。李嘉诚的创业之路可谓传奇，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一步步发迹到香港首富，且如今已达90高龄，幸运之神垂青一生。三、左右眉高低不一。左右眉毛一高一低，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又称不齐眉。这种眉形的人多注重自己感受，不太理会外界看法，从小好胜，事业心强，所以有着强烈的竞争心理，自己想要的定要达到目的。著名影星范冰冰、张柏芝即是此眉形。这两位在外界一直是女强人的形象，且一直大红大紫，占据娱乐圈2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四、剑眉。眉毛的形状宽长，眉尾稍向上翘，国剧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剑眉。这类眉相的人为人果敢坚毅，虽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刻苦奋斗，终必飞黄腾达。缺点是不大肯听取别人的建议，若是适当改变，当更令人心服敬仰。代表人物当属古装男神焦恩俊，凭借着一对英气袭人的剑眉，20年稳坐古装剧第1小生的宝座。五、眉头聚，眉尾散。此种眉毛也称之为扫帚眉，为人容易感情用事，冲动时理智无法控制，兄弟虽多但无情义，后嗣不佳，晚年贫苦，感情比较混乱，容易因为感情而伤神，要对于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情严谨一些为妙。六、眉如新月。女性拥有这类眉毛可谓完美，不仅有财运，也有桃花运，为人理智聪慧，旺夫旺子，婚后多受丈夫宠爱，婆媳关系好，一生幸福。天生眉形不佳的女性可以选择做定妆眉，让自己也能拥有这类的开运幸福眉。国民女神高圆圆是标准的新月眉。演员赵又廷的星途一直不温不火，但与高圆圆结婚后才逐步被大众关注，且一年比一年火，好的作品越来越多，人气也越来越旺。韩国演员宋慧乔目前也是将眉毛梳妆为新月眉，不但收获了更多的人气，也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七、眉低压眼。眉低压眼也压财，生就一款这样眉形的人，一生穷困潦倒，处处受排挤压迫，性格懦弱而阴沉，有抑郁倾向。建议多和性格温柔的人相处，多和朋友谈心，把眉毛修好，对于改变运势大有益处。八、
眉毛分叉。眉毛分叉被称为交集眉，是在眉的中间或者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有点像个叉子，又像两条眉毛交集在一同。有这样眉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离诀别之苦，性情飘忽，东摇西摆。假定作为女人，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时常会格外的多，如若眼再生的不好，便拖累到婚姻也会乱了。9. 眉如卧蚕，眉头既圆又弯下，眉尾上扬有势，毛色黝黑又有色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眉。据此眉相者多为聪明之人，机智活络，刚正又重信义，文武全才，少年就可以高人一等，功绩卓尽，可大富大贵，不管从事政治或者军事，都能取上格外嫉妒的告成。但兄弟之间不随意马虎接近敦睦。10. 一字眉，外形如中国字的一字，毛多而轻，长度稍较眼睛长些。有些眉相者亲情不雅念，较粘稠，多兄弟，兴旺较早，外表上虽是宽容温厚，内心却是坚忍武断，只需是自己经认为面对的事物，就会维持已经见而为之。这类眉主富且贵，佳偶齐眉携白头。11. 眉毛断裂者，在生活中，如果拥有断裂眉毛的人，感情生活会较为不顺。这样眉毛特点的人较为固执坚毅，因此很难与别人相处。一般来说，这样眉形的人与六亲关系淡薄，虽然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但是精神生活却较为匮乏。在早年时期需要经历很多的磨难，但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拥有稳定幸福的生活。12. 柳叶眉，眉形细而长，像柳叶，粗中带浊，浊中又自有清气。有此眉之人，心慈性善，为人聪明，交友忠信，重豪情而轻明志，随意马虎，过于信赖别人，而令自己经常吃亏。骨肉情疏，但面对朋友却很情笃。无论男女，皆难免多情贪欲。后世坤毅较迟，但会有贵人助，是以能繁华。13. 眉毛相连，所谓连眉，即两个眉毛连在一起，当然不是说连成一条眉毛那种，而是两个眉毛由于距离较近，中间会有一些细小的眉毛，彼此相连接，一眼看过去看不出什么，但如果靠近了仔细看，就会发现两个眉毛中间还有很多眉毛连在一起，只是较为稀疏而已。拥有这种眉毛的人一般气量比较小，容易生气，所以人缘不是很好。同时也是因为气量不大，做事情容易冲动，很容易会失去理智，继而导致自己做出一些错事，影响自己的前途。所以这样的人很难成大事，日子过得也较为辛苦。14. 眉毛稀薄，眉毛比较稀薄的人为人也比较刻薄，他们对于感情并不是很重视，甚至可以说有些薄情。或许早年生活还算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很是孤独。而且眉毛比较稀薄的人心机也比较重，喜欢算计别人，但算计别人的结果往往是损人不利己，虽然解了一时之气，但却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回报。
让他们的生活越过越辛苦。眉毛对一个人运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天生没有一个好的眉形怎么办？若此时处于事业或生活的低谷期，不妨尝试着修改眉形来提升自己的运气。正心诚意，与人为善，才是提升自我、改变运势的根本。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